各位大家好，现在 HDMI 的截取卡已经充斥在这个市场上面，已经到了泛滥的地步。那有一些制造商他宣称说他的截取卡是 4K 的截取卡，怎么这么小一只说是 4K 的哦？有一些说它是 USB 3.0 的截取卡，有一些呢他是说它是用在电竞等级的这个截取卡。哇，这么眼花缭乱，一般消费者是很难了解说他们之间有什么差异的。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就是要从截取卡的硬体的周遭界面来讲起。我们会以我们公司的这一支飞鹏179 Plus 截取卡这一支来做一个范例，来告诉大家说这个截取卡的 I/O 界面是什么。然后呢，这些都讲清楚之后，我们再来分辨说这些行销上面的这些名词的差异。HDMI 截取卡就是将你的 HDMI 的视讯转换成 USB 的输出，然后连接到你的电脑上面做直播。那通常这个截取卡还有多一些功能比如说我们这边还有多一个 HDMI 的环出就是说你可以同时的在这个电视上面做监控。那还有多了一个这个耳机的输入，耳机你就接那个手机那个 3.5mm 的耳机，接到这边有个耳机的输入。还有多一个是麦克风的输入，然后我们把它连接下来，就会长成这样子。我们的视讯来源是接一个摄影机的 HDMI， 连接到这一个飞鹏179 Plus 的 HDMI 输入的地方，然后我们等一下连接到电脑。那这边的输出就连接到你的这个电视这样子。那各位要注意一下，如果说您的摄影机本身如果打开这个声音，它是有回音的话，就请你不要接这一个麦克风，因为你如果这样接上去的话，变成说这个声音同时会被它收到，还有被它收到，那两个声音就会有产生的叠音那这样就不太好了。所以如果你的摄影机有收音的功能，请你就不要再接这个麦克风了，这样子。然后这边有个洞是可以连接耳麦的地方，你可以连接手机的那个 3.5mm 的耳麦连接上来，你可以做个监听的一个动作。那接下来我们要在这个电脑 OBS 上面做个简单的设定。接下来打开 OBS， 然后呢新增一个视讯装置去抓这一支截取卡，这一支好，然后抓 4K 的这一支确认，然后也要抓声音的话就是截取音效输入，去抓那个麦克风那一支，这个叫做 4K 的这一个。好的，好，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什么叫做 4K 截取卡。4K 截取卡的意义就是说，它输入是 4K 的，然后呢，输出也可以 4K。很可惜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所谓的 4K 截取卡，应该都是指说它可以吃 4K 的讯号。比如说这一支截取卡，他说它是 4K 截取卡，它是能吃 4K， 但是吐出来还是 1080p。真正的 4K 截取卡应该是能够吃 4K， 也能够吐 4K 出来。那我们再讲清楚一点，就是说，以我们这一支飞鹏179 Plus， 它是吃 4K 进来，也可以吐 4K。那这边又有学问还有一些比较 low end 的一些截取卡，它的 4K 截取卡是说，它只能吃 4K 30帧才可以吐 4K 30出来。如果你喂给它 4K 60，不好意思，吐不出来。那我们这一支飞鹏179 Plus 是，不管你给它 4K 30还是 4K 60，它都可以吐出来是 4K 30帧。那目前 USB 的界面都还是只有 4K 30帧，没有办法到 4K 60。好，我们来做个实验好了。以这一颗摄影机为例，它就只有 1080p。所以说我们等一下在 OBS 那边做设定的时候，你也只能看到 1080p， 没有办法抓到 4K。好，我们打开 OBS。好，这个画面是来自于摄影机的画面。因为我刚才讲过说，这支摄影机它就有 1080p， 所以说它无法抓到 4K。你看它这边，然后我选这个自定，选 1080p， 选 4K， 这个3840×2160选下去，你看它画面是出不来的，因为我们的摄影机本身是 1080p， 所以你抓 4K 它是没有画面的。我们现在换一个视讯来源，我现在不要接摄影机。我现在接一个蓝光 DVD， 这个蓝光 DVD 是 4K 的，我把它的 HDMI 接到我的截取卡上面去，这个 4K 播放器就呈现在电视上面了，因为这个截取卡有个环出嘛，这样子。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播放器是不是真的 4K， 用遥控器去压，这么个设定，
播放器设定，然后去看 HDMI， 真的是 4K 没有错。好，那这时候我们播一个影片来看看。好，我们在播放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OBS 上面是不是真的有 4K 的画面出来。打开 OBS， 好，你看到真的有画面啊？这个画面是不是真的 4K？ 你看一下这边，我们用自定这边，然后这边选择3840×2160。好，你看这所以是真的是 4K 的画面出来了，没有问题。那如果采用的是假的 4K 截取卡会怎样？好，我们试一下。如果采用这一支是假的 4K 截取卡，然后看看 OBS 看会呈现什么画面出来。我把 OBS 先关掉，然后将这个视讯来源接到这支截取卡上面去，接上来，这样子。打开 OBS， 你看也是有画面的。那你看一下它的解析度是怎样？这边你看它最高也是只有1080p 而已 ，OK， 所以它没有到 4K 哦。真的 4K 截取卡跟假的 4K 截取卡就差在这边。假的 4K 截取卡它可以吃 4K 的讯号进来，但是吐出来是1080p。真的 4K 截取卡是吃进去 4K， 吐出来也是 4K。当然啦，你的前提是你的输入源必须要 4K 的情况之下，你吐出来也才能够 4K。如果你输入源还是1080p， 那你吐出来还是没办法是 4K。再来啊，我们要讲这个 HDMI 的相容度啊。比如说啊，这个 HDMI 的输入，并不是说所有的摄影机啊，或者是视讯来源都可以接。好吧，我们来做个比较。我们先用这个 Fable 179 Plus 连接这个 Sony 的摄影机，反正都没有问题啊。这个你看都有画面，没有问题的。好，那甚至于啊，我们用这个 iPad 的当做视讯来源也没有问题。好，把它拔掉。你看都没有问题啊，这样子。No problem. It's also audio. 但是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别人的截取卡，到底可不可以？我就用一个别人家的厂牌做一个测试嘛。这一支它也是号称是 4K 的截取卡，那我们来试试看，到底按照这样连接可不可以使用？好，我把 OBS 关掉，然后呢，第一步我们先换成一般的摄影机这一个，也是没有问题啊。那我们再换换这 iPad 的视讯来源会怎么样？这个 iPad 的视讯来源，好，把 OBS 关掉，视讯来源接过来。你看它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没办法读到啊。所以啊，在这个使用这个截取卡的时候，也要考虑到这个 HDMI 的相容度的问题，这样子。接下来我们要测试这个 HDMI 截取卡的延迟，想法是这样子的：这边是播放一个码表的来源，然后呢，这一支电脑接一个截取卡，连这个 Fable 179 Plus 的截取卡，然后呢，这边就会投影到这边嘛。一样的道理，这边有一个 HDMI 的输出连接到电视，那我们到底要比什么？其实应该是要比这样子，比这个电脑发出来的这个时间跟这个时间点的差异。那有一些人呢，他会比说这一个跟这个的差异，这样是错误的，因为这个电视本身就会有延迟，这个延迟的大小会跟这个截取卡是同一个级距的，所以你如果这两个比的话，你只能比说电视的延迟跟这个截取卡延迟的差异，那当然就会被低估了。正确的比法应该是比这样子，我们来试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要比的是这个电脑发出来的真实的时间跟被截取的这个的差异是多少，这才是正确的。很多人他在卖截取卡的时候，他是拿这两个秀出来给你看，废话，那当然延迟非常低啊。那什么叫做电竞的截取卡？所谓的电竞截取卡就是标榜的这个视讯延迟非常的低。那到底要多少？那市面上的一些截取卡，我测过最低有大概是40 ms 到80 ms 左右。以我们这一个为例，我们大概是中上啦，大概只有到70 ms 啦。那这样子要打一些很特别快的电动玩具，还是没办法的。以我们 Fable 179 Plus 来说，它的延迟大概就是70 ms 左右。那么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要怎么打电动呢？我们这边有设计成一个 HDMI 的环出，你可以连接一个这个视讯延迟非常低的这个电视，然后呢，你的电脑的角色就拿来做直播，比如说在 OBS 上面做 YouTube 的直播，或者是脸书的直播这样子，用这个方式打电动看电视，然后呢直播呢还是用电脑这样子。这样达成一个电竞直播的这个截取卡的一个目的，所以啊，市面上所谓的电竞的直播的截取卡大概有2个意思啊。第一个是延迟非常低，那个连电脑萤幕都不需要了。第二个意思就是说，它有一个还出的功能，大概是这样子。如果你有接电视，那当然你就可以不用在乎延迟了。市场上啊，一些卖截取卡的厂商会宣称说，它的视讯截取卡是 USB 3.0 的。你看，还话说它有蓝色的洞。并不是说有蓝色的洞就是 3.0， 有可能它是 2.0 啊，只是故意它的接口故意打上蓝色的这个接口，这样不是 3.0 呢。好，那我们要了解一下说 3.0 跟 2.0 到底有什么差异？所谓真正的 3.0 是指它的频宽非常的大，它这个非常大的话，你的这个 HDMI 吃到的讯号之后，里面的晶片不需要压缩了，就直接原汁原味吐出来。因为它的 USB 3.0 的频宽够大嘛，那假的这个 3.0 或者是 2.0 的截取卡，它的频宽比较小，所以说你 HDMI 吃到之后，它必须要压缩，在 UBC 的规范通常是压缩成 Motion JPEG， 压缩了之后那个频宽才会小嘛，用的频宽比较小，才可以进到电脑的 OBS。那好啦，一个是有压缩，一个没有压缩，那差异点在哪边？差异点就是在于说，我今天YUV 就是没有压缩的讯号，直接丢到电脑的 OBS， 电脑不用解开来，就直接压缩就可以了。那如果是 Motion JPEG 有压缩的讯号进到电脑 OBS 的话，那电脑的 OBS 必须要先解开来，解再压，哇，这样子会造成什么？你的电脑的 CPU 的使用率就会飙高。通常啊，我们希望我们的 CPU 使用率能够在10% 以下或 15% 以下会最好的。飙高的话，会造成你的直播的这个电脑不稳定，还有会造成你的画面有时候比较动作大的时候就会有这个，就是会所谓顿顿的现象。好，我们现在来做个实验，我们先用这个真正的 USB 3.0 做个实验给你看，然后再比较一个假的 USB 3.0， 那有什么差异？好，我们首先将这个电脑连接到这个截取卡，然后连接一个视讯来源。连接好之后，打开电脑 OBS，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内容。按这边，然后你看哦，它这边是这边有个影像格式是 NB12 或 YUV， 有没有？这边没有 Motion JPEG， 所以你看它的 CPU 使用率是非常非常的低，你看只有 3% 而已，这边很低，这边 1% 而已。所以你看它怎么动，画面这边的 CPU 使用都很低。好，那我们现在把它实际录影看看，录影也是差不多啦，你看都差不多是这样的，顶多到5而已哦。那一样的道理，我换上这个所谓的假的这个 USB 3.0 的截取卡，我们要打开电脑 OBS 做测试给你看一下。这边的话，这边有一个1920×1080，然后你看到它这边有一个格式就有 Motion JPEG。它也有 YUV， 可是你看，如果我选 YUV 的话，它的画面是钝的。你们看到我手是钝的，手你看，我一定要选到 Motion JPEG， 这个画面才会顺的，有压缩的才会顺的。好，那你看哦，我们看在这边的 CPU 使用率这边，好，我们实际做录影看看，录影，有没有看到它的数字到多少？20多%，有没有看到？20几。所以啊，这个真的 USB 3.0 的截取卡跟假的 USB 3.0 截取卡差别就是说，在于这个频宽，频宽决定于说到底是要用压缩的还是没有压缩的进到电脑。以你在做电脑 OBS 的这个应用来说的话，我们是希望不要压缩比较好，因为电脑 OBS 不用再解开来，你的 CPU 使用才会降下来。这是我们在使用截取卡最大的差异。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电脑的效能是越高越好。
在其他条件不变之下，我们能够让 CPU 的效能降下来是最好的，我们才有多余的力量去做什么去背啊、什么跑马灯啊、视讯转场啊等等等的。那关于说这个其他的这个 OBS 的上面的设定，我另外一个影片非常非常的详细，有兴趣可以参考这边怎么做一些设定的这个教学。好，所以我们能够用 USB 3.0 的截取卡，就尽量用 USB 3.0 的截取卡，不然的话，你的电脑的功能要非常非常的强悍，才可以 cover 那个 CPU 的使用率。好，市面上的截取卡琳琅满目的，一堆截取卡如雨后春笋般的一直生出来。那一些卖家，他为了要卖他的东西，然后也会说很多的名词，什么 4K 截取卡，什么 USB 3.0 截取卡，什么电竞等级的截取卡。好了，我们来总结一下，所谓的 4K 截取卡，就是说它能够吃得了真正的 4K 讯号，然后吐出来的也是真的 4K 出来，这叫做 4K 截取卡。很多的截取卡是吃了 4K 吐出 1080p， 这样你也说它是 4K 截取卡吗？不对哦。好，第二个所谓的电竞截取卡，就意思是说，我们可以拿来打电动，那在意的就是延迟的问题。如果你本身截取卡的延迟比较高一点，比如说像我们本公司这一支是到70左右，那不够嘛，那怎么办？没关系，我们有一个还出的功能 ，HDI 输出，你就可以连接到电视。电视再怎么烂，你应该也大概就是50以下啦，50 ms 以下。这时候呢，你打电动就看电视，然后呢，直播录影就用这个电脑这样子。好，还有所谓的 USB 3.0 的截取卡的意思就是说，你的截取卡它的频宽到底够不够？这个频宽决定于说你丢的资料量是什么，丢的是 Motion JPEG 还是 YUB 没有压缩。刚才有讲过了，这个会关系到说你的电脑 OBS 的 CPU 使用率。以上简单的跟大家做个分享，谢谢大家。